下热恋4个字。就在最近，这4个字悄悄出现在了微博热搜上。不是因为什么丑闻，不是因为什么劲爆内幕，而是因为2张开机照片。刘宇航和翟一莹站在镜头前，什么都还没开始，评论区已经先炸了。你们不知道的是，这2个人能走到一起拍这部戏，其实并没有那么理所当然。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盛夏热恋》的开机，聊聊这对组合，聊聊短剧圈里正在悄悄发生的一场变化。先来说说2025年的短剧市场。说真的，这一年的短剧卷热闹得让人眼花缭乱。行业数据显示，微短剧用户规模已经接近7亿，市场规模突破600亿元。每个月都有新的爆款涌现，每隔几周就有一对新的 CP 被粉丝磕得天翻地覆。在这样的环境里，想要脱颖而出，光靠一张好脸是不够的，你需要的是那种让人一眼就信的化学反应。而翟一莹恰恰是这件事情上的教科书级别存在。2002年出生的她，今年才刚刚23岁，但在短剧圈，她的名字已经和与 quote CP 试金石与 quote这4个字牢牢绑定在一起了。2025年下半年，她主演的初次尝鲜首日热度就冲到了7277万，和她同期上线的另一部剧《太阳的背面》竟然也挤进了热度榜前10。2部剧同时在榜，他打出了一个自己打自己的局面。观众在评论区调侃翟一莹是不是开了外挂，但真正让人好奇的从来都不是他一个人发光的时候，而是当他遇上不同的男主角，究竟会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这就要说到刘宇航了。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那190厘米的身高和那张模特出身的脸，但你们不知道的是，在踏进短剧圈之前，刘宇航已经在演艺圈里沉浮了将近10年。1996年出生于哈尔滨，2012年就拿下了新面孔模特大赛全国总决赛男模组冠军。之后参演了《楚乔传》《二进制恋爱》，一直在长剧里扮演配角，等待机会，直到短剧浪潮来临。2024年，他开始在短剧里担纲男主角。起初并没有多少人特别在意这个高高的东北男孩，但有一件事改变了所有人的看法。就在那一天，初次尝鲜的剧组里发生了一幕谁都没料到的细节。这部剧里有一场戏，男主傅成舟为了表达诚意，要在87个榴莲壳上真实的跪下去。刘宇航没有用替身，他真的跪了下去。导演喊停的时候，他的膝盖已经淤紫整整3天。他在镜头外苦笑着说，以后看见榴莲就要 PTSD 了。但更让观众记住的是另一个细节。导演喊卡之后，刘宇航下意识地走过去，拿起外套轻轻披在翟一莹肩上，袖口还仔细卷了2圈。没人要求他这么做，那个动作太自然了，自然得像是2个人早就认识了很久。这一幕被眼尖的观众发现，截图流传出去，弹幕刷起了一条又一条与 quote 公费恋爱与 quote 初次尝鲜上线后的成绩，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2周内播放量破3亿，抖音相关话题阅读量高达15.6亿。有观众在评论区写道，他们的 CP 感比任何一对都磕。如果你也觉得这个组合值得关注，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所以盛夏热恋的开机对于粉丝来说绝对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消息，这是他们第2次走进同一个剧组。但这一次题材变了，不再是都市霸总和首富，而是青春校园，是夏天，是那种干净的没有被事故污染过的感情。开机的宣传照片出来之后，评论区的反应有点出乎意料。很多人以为2个人配霸总戏天经地义，但是没想到翟一莹穿上清纯的夏日装束，刘宇航换掉西装背心，站在一起的那一瞬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出现了。用网友的话说，就是不像在演戏，像是真的在夏天里。评论区告诉我，你们觉得这张开机照里的 chemistry 打几分？这就触及到了盛夏热恋最让人期待的核心，他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根据目前透露出来的信息，这部剧主打真实感，不走夸张的撕扯路线，不堆砌极端的冲突情节，
而是聚焦于青春最本质的部分，心跳的时机，说不清楚的喜欢，还有那些一旦错过就再也找不回来的夏天。说真的，这恰恰是现在的观众最渴望的东西。2025年的短剧市场里，逆袭类、霸总类依然是收视主力，但一股新的风向正在悄悄形成。盛夏芬德拉爆火之后，越来越多的制作方开始尝试生活流和情绪流的叙事，用慢一点的节奏讲一个更真实的故事。盛夏热恋出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不是偶然，而刘宇航和翟一莹这两个人恰好具备讲好这个故事的条件。一个是用眼神说话的演员，一个是被行业公认为百搭体质的存在。在初次尝鲜里，他们已经证明过自己在最商业化的类型框架里也能拍出让人信服的感情线。那在一部刻意放慢节奏、专注情绪的青春剧里，他们会交出什么样的答卷？没有人知道。但你们不知道的是，这恰恰才是最让人兴奋的地方。最后说3件事，关于这部剧，也关于这两个演员。第一，关于化学反应 chemistry。 很多人都认为演员之间的 CP 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仿佛只靠颜值和运气便能决定一切。然而刘宇航和翟一莹却用一次次细腻的表演证明，真正打动观众的化学反应从来不是偶然，而是建立在彼此信任、默契以及无数细节积累之上的。它不是刻意设计出来的甜蜜，也不是为了迎合镜头而制造的暧昧，而是在每一个眼神停留的瞬间，每一次下意识的靠近，每一个自然流露的小动作里慢慢生长出来。当两位演员真正进入角色，他们不需要刻意演爱情，因为观众会从那些不经意的细节中感受到角色之间真实存在的情感流动。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最令人心动的画面往往不是拥抱、亲吻或者告白，而是一个人说话时，另一个人始终认真注视着他的眼睛，是在镜头扫过时，两个人已经习惯了彼此站在身边的距离。这种真实感是经验可以提升却无法伪装的，也是所有优秀荧幕情侣最珍贵的魅力所在。第二，关于青春题材。这些年来，青春爱情一直是影视市场最受欢迎的类型之一，但真正能够留下时代印记的作品却并不多。很多作品追求节奏快、冲突强，希望每一分钟都制造反转，每一集都冲上热搜，却渐渐忽略了青春本来的样子。真正的青春并不是每天都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件，而是藏在那些看似平凡却足够温暖的瞬间里。夏日午后的蝉鸣，放学路上的晚风，篮球场边的一瓶冰汽水，教室窗外照进来的夕阳，以及那个明明喜欢却迟迟没有说出口的人。盛夏热恋如果真的想成为短剧市场青春题材的新标杆，它最大的勇气不应该只是制造更多的话题，而是敢于慢下来，把镜头留给那些不起眼却最真实的生活片段。因为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从来不是剧情有多狗血，而是那些让人觉得这就是我曾经经历过的真实感。当观众能够在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这部剧便已经成功了一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部作品真正的价值从来不会由开机当天的热搜、首日播放量或者几张路透照片的点赞数来决定。那些数字固然能够带来关注，却无法决定一部作品最终会不会被观众记住。真正的考验是当盛夏热恋正式播出的那一天，当无数观众安静地坐在屏幕前，他们是否会因为某一句台词、某一个镜头、某一段音乐而突然停顿几秒，脑海里浮现出属于自己的那个夏天。也许是曾经暗恋过的人，也许是毕业前最后一次并肩走过的校园小路，也许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青春时光。如果一部剧能够让观众在观看角色故事的同时重新遇见曾经的自己，那么它带来的就不仅仅是娱乐，而是一种关于成长、青春与回忆的情感共鸣。真正优秀的青春剧从来不是让观众羡慕剧中的爱情，而是让人看完之后忍不住想起自己曾经认真爱过、努力生活过的那些日子。或许这才是一部青春作品最难做到，却也最值得追求的意义。如果做到了这一点，盛夏热恋就不只是一部短剧了。这部剧我们拭目以待，你们觉得呢？
这对组合的第二次合作